带你追查事件真相，掌握政局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英文。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前驻纽大使谢文吉。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还有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好，稍后还有郭正亮亮哥会加入我们现场，我们再为大家来介绍。好，我们要带大家来看的就是现在中日的冲突哦，被认为是加剧了，因为发生一个事件。好，其实我们大家都有在关注哦，现在共机的雷达照射日本战机哦，那日向高市抗议了。他说这些雷达的照射行为相当的危险哦，远远超过飞安的范围。那就这一起极其令人遗憾的事件，他向中方表达抗议，要求中方防止再度发生，日方将冷静而坚决应对。好，其实前一天是小泉进次郎，也就是日本的防卫这边来进行的这个说法来抗议，那今天是拉升到了日向高市。好，那我们看到了中国大陆这边的今日头条，它的这个第2名就是中方不接受日方交涉，已当场驳回。那百度热搜同样也针对事情都上了前热搜的排行榜。好，那中国外交部对这件事情的态度就如同我们刚才讲到的，他反对日本炒作雷达照射的问题，那已经当场的驳回所谓的交涉。那中国大陆的外交部发言人是强烈的反击他说我们不接受日方所谓的交涉，那都当场驳回了，而且在北京跟东京分别提出了反交涉这力道非常的强硬那日本的战机遭到共机雷达照射，我们看到了中国大陆升高回应驻日大使抗议，他认为是日本倒打一耙。好，那日本的外务事务次官这个传越健裕召见了中国驻日大使吴江浩，严正的要求中方防止同类的事件再次发生。好，不过中方的这个吴江浩呢，他则是说日方不顾中方迄今反复的警示提醒，而且执意派自卫队的飞机多次抵达中国海军训练海空域来滋扰，这才是严重的影响中方的正常训练。那日方又对外发布与事实完全不符的信息，他说相关的做法非常不负责任，要求中方立即停止抹黑，严格约束一线的行动。好，所以你可以看到现在中日的冲突因为这件事情又在升高了。好，那中日的斗争我们看到牛弹琴这边认为看来要进入到第2阶段，至少有3个警惕。第一个警惕就是警惕日方转移焦点，第2个警惕就是警惕日本话语陷阱，再来的警惕就是警惕日本制造事端。好，所以现在中国大陆是不是也看破了高市的手段呢？因为中国大陆认为日本正在炒作的问题根本是他自己造成的。好，那这个雷达照射的部分根本就渲染了紧张的局势。那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外交部以发言人名义发布新闻稿，批评日方在炒作，那指日方是颠倒黑白、嫁祸于人，渲染紧张局势，而且还误导了国际社会，以及这是完全别有用心。那解放军海军新闻发言人也对此说，日方有关炒作的事实是完全不符，所以严正的要求日方要即刻停止污蔑抹黑，严格的约束一线行动这个说法是一致的。好，那也看到了国防部他们的发言人也特别讲到，日方如果重走军国主义的邪路，就会坠入万劫不复的深渊。那日方对中方的恶意跟监滋扰，而且还多次派飞机来冲闯中方设置的这个演训区后来还反诬中方正常操作，就是属于做贼喊抓贼。那现在中国的军事专家甚至也提出一个论点，他说目前解放军的备战能力很强，而且特别是在东海，他们的航母编队的训练，包含海空协同的动作都有很大的发展跟进步。所以尽管日本搞小动作，但一切都在中国的掌握之中。解放军综合作战的效能都足以遏制这日本在西南方向的军力扩展。那另外一位这个军事专家也是中国大陆这里的，他是认为说辽宁舰的编队在开展训练，那舰载机打开雷达就是在规范动作，所以难道在日本军机擅闯中国事先公布的训练区域时，中国战机反而应该关闭雷达吗？有人认为他说的是一针见血
那我们再看到解放军报也对于日本有非常强力的这个批评，他们是说日本开历史倒车并遭反噬，他是以这个为题来写了文章。那里头内容讲到说，日本最近有种种危险的行径，无一不与和平宪法是背道而驰，而且对亚洲乃至世界和平的稳定都构成了严重的威胁。那他在文章的最后还警告说，这警钟已经敲响了，悲剧不能重演啊！如果日本执意要开历史倒车，背弃了和平发展的承诺，重走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邪路，破坏了战后国际的秩序最终就只能是自取灭亡。所以中方跟日方现在不管是在外交跟军事上面，确实都有升高到另外一个层次，已经跟本来高市早苗说的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就有子体继位权，又更加扩大了整个战区所以大家在看日本你现在有什么应对的方式呢？日本防卫省有特别讲说，这个中国的辽宁舰在12月6号到7号的2天内，其实共进行了大约100次的舰载战机跟直升机的起降，那也是首次在冲绳本岛到大东群岛确认了中国航母执行这种密集动作，但是没有发生领海侵入跟领空的侵犯，所以日本防卫省还是非常的关注中国大陆这边的军事动态。那中国的海军则是发出通告说日方的军机其实有滋扰擅闯了辽宁舰而且被视为是这个训练靶标引人关注。那是根据中国海军揭露一些关键细节，说这次的训练无可争议的前提就是中方已经通过了国际的海事16频道等公开的管道，都有事先的通报我们要在哪里训练它的海空域是哪里，但是日军机还是选择多次的抵近来滋扰，所以日本军机的行为就好比擅自闯入了他国实弹射击的靶场，所以抱怨自己还被瞄准那他的后果跟风险理由这个闯入者自己承担，所以他们再度的强调日方的炒作正是典型的碰瓷之后的卖惨表演，所以这才是让中方相当不爽的。好，那现在中日的关系看来没有平静甚至还进入到另外一个新的层次。我们还是要先问亮哥。我觉得讲那么多都没用因为军方你的反应如果在做澄清，那你就公布日本军机的航机图嘛，就是你进来我的演习区，所以我必须要有所因应那为什么没有这个动作呢？你用讲的有什么用？现在是各说各话嘛，而且对方还如果中方所讲的属实啦，那小泉进次郎还捉贼喊捉贼嘞，做贼喊捉贼，他还率先开记者会，对不对？你这个时候你要反驳，你就公布航机图说我抓到他进入我们的演习区域，这样不就一枪毙命？不然你讲这些有什么用？而且我再讲白的啦，搞不好他故意的嘞，他故意来惹你打嘞。我跟你讲已经到了这种阶段不是写文章的时候了啦。写文章有什么用你看俄罗斯在干嘛？俄罗斯那个拉夫罗夫才跟王毅共同发表了一个新闻嘛，表示要一起捍卫二战胜利成果。回去俄罗斯国防部就立刻说千岛群岛以南进入备战状态。这俄罗斯的动作就这样那备战状态有很多基本动作你就要做出来不然这种东西你要吵到什么时候你去看麻生太郎怎么讲话，麻生太郎还出来讲话说让中国讲点话没关系这有什么？然后他还讲了一段话，说这件事高市早苗把台湾有事日本有事这早该一贯都在做的这个，我们本来就是持有这样的立场，高市早苗把它讲出来非常好然后发展到目前的事态也没什么这麻生太郎讲的话
结果你发展到现在的紧张事态，没什么啊，再来啊，再高一点吧。你这样有高一点吗？我一点感觉都没有。所以我是觉得，就看你到底要怎么做了。那你这样是怎样？是要说我又被欺负了，是他冒犯我，然后他要赖到我这边，所以要再来进行国际的文宣战，是不是？你的目的是这样吗？这个是用文宣战能处理的问题吗？都已经到军事了，你还在打文宣战呢？我说这个时候要做就是什么？要么我就公布航机图，说你日本说谎，就直接的了。那如果我没有航机图，我就直接干了，轮到我飞到你那边去。本来就是这样啊，你用这种搞法没有用的，你只会让日本右翼更看不起你。我讲白了，日本右翼的思考方式不是你们这样的做法啦，普京最了解他们啦。我讲白了啦，所以你看俄罗斯的做法就是，你这个时候北方四岛，你来试试看，我进入备战状态，你来试试看。我再讲一个大白话啦，琉球6个岛，如果你主张主权未定，日本怎么有资格在琉球6个岛部署飞弹呢？尤其是与那国岛，日本怎么会有资格呢？那你对部署飞弹这个动作，请问你做了什么军事动作？我没有看到啊，只有抗议啊，抗议啊，抗议啊，还在打文宣战。这个对日本右翼来讲，本身就是一个笑话。我飞弹都装上去了，我赢了啊。右翼的想法都是这样，他是行动派啦。还有，我出口武器到菲律宾，我现在攻击性武器可以出口了，我修法了，我赢了。如果你不是用这种思考，还有的走了，还有的走了。对，因为目前看到确实我们都还是停留在外交喊话嘛，或者是军事喊话的程度上面哦，所以是不是这样反倒让日本觉得，反正你也没有什么感觉嘛？谢大使。对，这个是11月7号这个高市早苗有关台海问题的这个发言以后啊，日本呢正式一次啊，在军事动作上一个反击啊。对，那就是说，中国大陆要求高市早苗啊，所谓收回发言、认错、纠偏，事实上大概他们已经走完这条路了。日本就是上一次就是在国会的时候，就是说，哎呀，提一个什么中日1972年中日建交联合声明，大概日本的手势或者说大概就到这里了。现在就是反攻，哎，那就变成这个就变成就是说，是不是日本啊武力威胁中国大陆，是中国大陆武力威胁日本，这就很明显的讯息嘛，因为他的战斗机被你锁定，被你雷达，这叫火控雷达锁定。他没有说在哪里，他就说你锁定我，这是危险动作，这是不友善，这是一种准攻击行为。所以他就是用这个事情在做，造成说，事实上我们没有做什么，可是呢，你的军机已经对我实行了准攻击行为了。哎，然后呢，在国际上啊，再跟你怎么样？他造出一个新的，中国大陆是不但是步步进逼，而且已经武力威胁了，准武力行为了。然后借机呢，等于说呢，再做一番操作，然后在日本国内呢，再怎么样，再制造一个氛围，让这个高市早苗不管是这个非核三原则，继续增加国防预算，另外呢，修改国防安保3法案，继续往前冲，哎，就是这样做而已。因为其实某种程度上，中国大陆虽然这一次中国大陆动作啊，也是跟过去有一点不同。为什么？这一次辽宁舰攻过海峡以后啊，它没往南走，它往北走，所以这个动向就是说，等于说超日本的这个东海岸线，所以日本大陆这种，它在这个公海上这种活动，它如果要进行各种演练，它一定是划设一个演习区域嘛，这是标准动作。可是呢，日本就是故意要冲撞，
所以日本事实上他是要借这次行为达到他自己的目的。那我觉得大陆应该会很清楚的，就是大概日本对于回应这个高市早苗言论的动作已经开始反手为攻了。好，不过我有种既视感，觉得日本现在也在卖芒果干。日本的效果不大啊。先讲一下，因为这一次中国事实上是12月5号2梯次的舰队交叉的穿越了宫古海峡。第一梯次的舰队是在11月7号高市早苗宣布以后，大陆就有3艘的战舰，一艘是动555，一艘动54，另外一艘补给舰往北走。往北走，经过大隅海峡、对马海峡，穿越青津海峡，那也就是把日本绕了一圈。我们都知道，在过去你战舰在你的这个领土，就是你的海域旁边绕的时候，这个是一种威力的一个展示。也就是说，因为军舰本身，尤其动555，它有除了防空以外，它有112个这个载具，也就垂直发射载具，它可以反舰，也可以攻打陆地的。那这个是攻击力是非常强大的，等于是我有一堆远程的炮在你家门口，随时可以打到你。那当然有人说，你打啊，其实不是这样子。军力的展示是我先告诉你，我有这个实力，我有这个能力，必要的时候那就来试看看了啊。好，那这个战斗群我们看到了，它事实上就是在12月5号的时候，由东往西穿越的这个宫古海峡，穿越的时候。那个辽宁号的航空母舰也过去了，这个事实上是一个突破岛链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讯号。那辽宁号战斗群过去以后，在这个海域，也就是在日本的经济海域专属的经济海域，在这个地方开始进行这个空降的一个实弹演练。那当然，在这个进行实弹演练的一个过程中，你看日本的一个统计资料，就是说当天就有50架次的舰载机的起飞跟降落，这代表什么？代表辽宁号的战斗机，它已经完全的一种战斗力形成了。那日本的战机过去以后，就进入了这个空域。那当然，这个对大陆来说的话，对日本来讲，就是说这是我家的空域，可是对大陆来说，这是公海，不是你家的。那当然，双方就经过了这个空中的一个缠斗，很明显的，日本被照到了，那就代表说中国大陆咬住日本了。因为照射完了以后，火控雷达一打就可以打掉了。其实就是告诉你说你死了。对。那后来日本的战机飞走了，晚上这是已经是晚上7点了。就那电动里面那个 target 就是这个概念了。对，那晚上的时候7点已经是不是我们目视能看到的？那一个舰载机的危险度是高于这个地面飞行的的飞行了，可是日本还是又被锁定了，又被打掉了，那日本又走了，日本气急败坏，半夜召开国际记者会。当然，你可以看到中国大陆就代表什么？中国大陆是越来越强势，而且辽宁号往北走了。我估计或许会在东京湾，在这个地方举行这个演练，这放出一个讯息：你美日安保在哪里？根本不存在了。好，还要再观察一下后续发展。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我们刚才看的是中日之间双方的敌对意识越来越高。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中俄的动作也越来越大，不过他们是同盟的关系。好，我们看到的是解放军的潜舰部队他们有集群的亮相，相当罕见的画面有曝光，这成为了微博热搜的第1。那也就是说是日本跟中国的竞争已经感到绝望了。好，你可以看到这画面就是多艘的解放军潜艇以整齐的编队，首尾相接的集群姿态在水面航行。那当然，这个队形非常严整在湛蓝海面上面画出2道醒目的航机这是中国海军潜舰部队疑似罕见的公开集群亮相所以也引发大家的关注。不过潜艇呢，因为隐秘性，而且极少以多艘密集水面的形式出现在公众的视野所以海军选择在 MV 当中如此直观的方式来铺路这个画面所以背后
后传递的信号是不言自明。那是不是真的意有所指呢？因为中国大陆的官媒突然的来释出一个历史讯息，就是他们最近成功的试爆新型的非核氢弹。那此刻中国大陆官媒就释出了轰六甲投氢轰六甲投掷氢弹的一个历史讯息，所以令人相当的玩味。南华早报就报道说，中国近日成功的试爆这个新型的非核氢弹，那也针对建筑物跟地下掩体的内部目标来进行定向的打击。那中俄时值8年的时间在第3次的反导演练当中专家认为有一些不同的讯号。好，中俄加强了这个反导的合作，而且表明对地区只要试图进行军事挑衅的力量进行明确的警告。那当前日本不断的推动了新军国主义，那发展远程导弹等举动，因此强化反导建设真的是刻不容缓。那路透社也相对有报道说现在中俄对于川普的军事扩张是表达了强烈的担忧。川普之前还表态有意恢复核武试验，也被中俄视为在破坏战略平衡的威胁。那现在呢，美国这边到底要怎么因应呢？其实大家最关注的就是最新他们公布的新国安战略好，那这新国安战略里头，大家也发现说，美国不再是俄罗斯为直接的威胁那克里姆林宫怎么说呢？我们看到他发言人是喊赞说欢迎川普政府修改国家安全战略，不再将俄罗斯称为直接威胁。那该文件更称说，华府力求跟莫斯科重建战略稳定。不过，美国这边的参议院军委会的凯利倒是有不同的想法。他说，现在川普的国安战略将对中俄两国的商业利益置于对盟友的承诺之上，所以如果这个计划实施，就会削弱美国在全球的影响力，并且危及到国家安全。好，那川普的这个国安战略确实现在每个国家都很关注它里头到底有没有提到各自的国家，大家也都在看。好，那现在这个国安战略对中俄最好的研判有分析师认为说，对于中国，其实这个档案虽然没有在字面上体现了主要威胁论调，但强调采取的是既竞争又管控风险的策略，似乎就代表说美国的战略重心已经在根本性的转向。甚至美国国防部还没有正式发布新版的国防战略。那不过据可靠的消息披露说，美国将跟中俄竞争重新定位在一个是战略领域，然后第二个呢是对美国国安最直接的影响领域。那这个模式之下的国防战略呢，并非意味着竞争的终结，而是代表更持久的竞争形势。所以也不希望让中国这个得到优势，所以美国的海军首长现在有施压说希望赶快把第6代战机给做好。我们看到这是美国的参谋首长的联席会议主席凯恩，他认为中国正在全球的范围里面竞争而且大规模的建立作战能力，所以就在告诉美国说你这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所言美军有责任为国家来确保自由的印太地区，所以在这个建造测试还有部署新一代战机所需要的时间，他认为高层迅速的应该对海军的次世战机来做出一个最终的定案，要确保美军的未来发展优势。这是美国海军的作战部长上将所言看得出来蛮忧心的。好，那美中之间的南海角力我们先看到就是中国大陆的这个大使上任，他是驻菲律宾的大使那他说要坚定的维护好双方的利益跟尊严也会担任一个桥梁的作用，希望两国人民走近而不是走远。但是菲律宾的飞机在南海争议的海域也展开了例行性的巡逻，也被中国的一处这个岛礁上面发射了3枚的照明弹。好，那菲律宾对这件事情说没有造成任何事故，那军机也完成了监视任务。但我们看到川普也有说他的南海战略就是避免敌对势力把持这个海上通道，这是川普的首要任务。那现在川普在南海有没有任何动作呢？其实只有看到日本跟澳洲正在强化国防的一些合作。好，我们还是要回到一开始，也就是解放军现在的潜舰部队这个亮相，也让大家觉得
这个中国的海军确实正在崛起。先问亮哥。我比较值得注意不是这个啦，因为这个大家早就知道了，是今年4月用氢化镁，那个其实不是氢弹啦，那个是非核用氢化镁2公斤，然后可以产生1000度的高温，然后大概相当于30公斤的 TNT 的爆炸的当量，这个是钻地弹，还有鱼雷要用的啊。这个时候你爆炸氢弹不是吓死人了？可是这个就比较有意思了，是因为这个是战争可能会用到的啊，而且1000度的高温持续大概2秒钟啦，大概所有的东西就都被摧毁了啊。其实这个比较有意思啦，就是实际战争可能会用到的啊。那至于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啊，我认为川普对区域的安全虽然没有说他有提到这个印太地区啦啊，可是在他的优先里面是排第4顺位啊，他第1顺位是美国嘛，就是非法移民不能进来啊，等等等。那第2顺位是美洲嘛，就是美国要主导美洲，那他用的词是西半球，所以应该是包括巴拿马运河还有格陵兰啊，都包括在内。那第3层是全球经济与科技的领先，讲了3层哦，还没有讲到地缘政治。我认为他对地缘政治其实兴趣不大，他要的就是美国老百姓要过好日子，科技要领先，那经济就业要好，那各个领域都要能够往上嘛啊。那地缘政治，我觉得他很务实啊。他说，面对中国的军力崛起，美国需要与盟邦共同进行威慑。这表示什么？表示我一国不够了。所以为什么日本会觉得他有机会？因为这里面最重要的盟邦就是日本。我认为高市早苗极右翼是看到这个机会。好，赖教授怎么看？这次会特别展示这个潜舰的一个队形啊，跟作战能力，最主要的是反映出这个航母战斗群的时代的来临。也就是说，大陆现在的第3个航母战斗群已经出来了，那接着第4、第5、第6等等的，那因此开始有一些例如说日本的这个明治吧，同治明治的这个国王的玄孙都说，哎呀，他可以用潜舰去把这个福建舰打沉了等等的。然后台湾也说我要制造潜舰了等等的。那很多人就说，哎，对，航母的一个很大的克星就是潜舰所以潜舰对航母有很大的威慑力。那大陆在这个时候就告诉你说，打潜舰战了。潜舰战最主要的还是用潜舰来对潜舰战。我们都知道，虽然有反潜机，有空中的反潜能力，有水面舰队的反潜能力，但是真正在打潜舰战的时候，还是要靠潜舰。但是要打潜舰战的时候，你没有一个国家比中国大陆更有这个能力。原因在哪里？美国有的是这个核动力的战略潜舰，是打大型城市的它可以打出这种远程的导弹。但是如果是攻击型的潜舰的话，中国大陆就具有优势了。例如说，日本现在18艘，它的目标是23艘，而大陆的潜舰有70艘。那你18艘、20艘怎么能够跟70艘的潜舰来对抗？那台湾自己要做的潜舰，那就更可笑了。所以那些论点你就可以知道说，潜舰战来讲，你比不上大陆的潜舰的优势，所以它才会浮上水面让你看。就是我的潜舰有多大的能力，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全世界能打氢弹的就5个国家，虽然能够打核弹的国家很多，包括巴基斯坦、包括印度、以色列等，但是真能够打这个氢弹的就5个常任理事国。为什么？因为这2个原理不同，核弹的原理是采用裂变的，氢弹的原理是融合，融合以后形成的高温。所以它基本上来讲可以用在避开核弹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然后它可以产生高温，那本身对于你的
军事设施可以产生巨大的攻击力。我想这个都是中国大陆目前在展示它的目前最强大的军事力的一种来的方式。另外，有关于川普的国家安全战略学说，真的是把欧洲人吓破胆了。然后俄国人很开心，所以俄国人说，这个川普的国家安全战略跟我们普丁的国家安全战略是想在一块了，这不得了啊！想在一块啊，那你听听其他的国家怎么看啊？好，大使，那个国家安全战略哈，真的很多人不但欧洲吓坏了，我觉得我们台湾也要认真阅读啊。是，因为什么呢？他特别提到台海啊，他就是说啊，不要用这个强制或武力手段解决台海的现状，改变台海现状。那他过去他是反对，他这次用了不支持。很多人就对什么叫反对，什么叫不支持怎么看？其实反对是什么？反对任何人用了武力，反对他会去他会去阻止的。我反对，我就不让你这样做。可是不支持的意思说，任何人用武力解决那我不会去帮忙的，我不支持，我也不会参与。所以这个是天壤之别啊，这是非常大的差别。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就变成什么？就变成这是专门针对台湾讲的话，这个措辞啊，在外交上就是措辞很重要。那我们要正确解读。有人还认为说，哎呦，你本来只是反对，现在不支持，其实是很好的哦。有人去往这方面解释啊，我跟你讲，那会犯大错。那另外一方面，其实这边国安报告刚随后那个国防部长在最近的一场演讲里面，他特别提到，他们讨厌几件事情。他这个国安报他讨厌什么叫 free rider。free rider 就是什么？搭便车的人。他认为美国的盟友基本上过去都搭便车，然后他又提出来一个叫什么 burden sharing。burden sharing 就是你那个负担要大家一起来分享。所以呢，在印太这边，他就要美国的盟友不准做这个什么所谓的搭便车的人，你不要坐车，你也不付钱，都搭美国的便车。然后呢，你要把这些承担起来。所以美国事实上这个是有很大的转变。可是对中国策略呢，它也有很大转变。他说，在印太部分，我们跟中国大陆的竞争不是寻求在这个区域的掌控 dominance， 就是完全控制，就听我的。他寻求的是什么？他寻求叫 balance of power。是什么？就是权力平衡，就是让这个权力呢不会互相的怎么样压制，可是呢最好是维持现状。所以这些部分，其实我觉得我们的国安专家应该用非常审慎的角度来看一下，因为这个就是川普现在跟未来在印太地区他整个大战略。而特别对台湾提完8次，我们那个国安单位说被提了8次很重要。多次几次不重要啊，内容比较重要啊，不支持跟反对已经天壤之别了。对，所以外交举措上面这个词真的要很细腻的来进行解读。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们持续还是要来关心到了这个欧洲的部分呢，因为现在中国的公共外交协会的会长吴海龙，他在12月5号有一场演说，就特别讲到了欧盟领导人说还在瞻前顾后、犹豫不决的时候，其实有一些欧洲国家的领导人就坐不住了，纷纷来到北京寻求跟中国的合作，而且他们对于这个中国这边的态度的转变也需要一个过程。但他认为中国不急，等得起欧盟随他们的变。其实他讲出一个目前在欧盟的一个现实状态那当然我们看到了，就是之前马克宏
不是也来到了中国大陆来跟习近平见面吗？那习近平还陪着他去成都嘛，对不对？好，那这是不是只是中国打出稀土王牌的开始呢？因为北京长期都是一个秘而不宣，但是现在却亮出了足以重创美国工业，而且危害美国国安的一个利益底牌。那这个稀土或许只是一个开始哦，毕竟习近平还没有充分的利用中国在医药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好，那中国是以稀土管制亮出了一个经济的核选项就说因为它掌握了全球大部分采矿跟加工的能力，所以也让中美的力量平衡急剧的倾向北京。那美国短期之内是毫无反制能力。中国的稀土战略从30多年前当时邓小平就曾经预言说中东有石油，我们的中国有稀土好，现在大家就说，真的是应验了。那保稀土命脉不仅是防陆，欧洲还得防美，因为有欧洲专家认为是欢迎欧盟终于采取了一个重大的措施，就是建立自身的稀土产业，要对抗的就是中方的主导地位。不过也建议欧洲必须要提防，不要被美国压倒。那最近美国的稀土公司不在收购英国的稀有金属，那欧洲就必须要确保这关键的稀土资源不会再继续流向美国。那稀有的金属是全球少数能将稀土氢化物转为金属跟合金的一个重要加工企业，所以你也可以看到，其实欧洲跟美国开始有一些不平衡的状态了。好，那美国的 AI 跟晶片，我们也来看到辉达的先进晶片到底该不该输入中国呢？美国的贸易代表格里尔他认为其实必须非常的谨慎，因为希望企业获利表现良好，但作为制定政策的人，必须要确保国家安全是在第一位的。所以关于管制门槛的讨论是始终开放，但是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改变。那美国的经济史学家则认为说，在晶片的发展历史当中，后来有直接超越领先者的例子非常的有限。那些最前沿的技术公司都是花费了几十年的时间才做到了这一点。那盲目的追求在技术层面上面弯道超车他说现在来说根本不可能。那是这样吗？我们来看黄仁勋怎么解读 AI 他认为可以从5层蛋糕来看，也就是说这个5层分别是能源、晶片、基础、模型设施跟应用。他说美国虽然在晶片跟顶尖的模型上面仍然是领先，但是中国在能源投入、制造能力跟基建速度，还有开源模型跟社会接受度上面是全速的在加速当中。那也使得 AI 的竞争结构性力量是正朝中国大陆倾斜。那黄仁勋现在觉得美国这个效率跟中国差很多，为什么？他用一个方式他说这个美国建资料中心要花3年，人家中国大陆1个周末就盖好医院他确实看到一些中国大陆跟美国的不同。好，那中国大陆什么厉害呢？我们看到它机器人现在技术很成熟中国业者以多元部署为核心策略就提升了机器人的全身还有手部的自由度那希望在软体跟硬体上面都更加的流畅。那价格竞争更是中国的竞争武器。那他们也发表了像是这个6臂机器人说这是美的集团叫做美罗 U 这个是行业首创的6臂轮足式的人形机器人。那它这个仿人形的机械手臂高度的灵活控制可以执行这个末端多类模组的快速切换，形成一个多维度的协同作业系统。好，所以我们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机器人厉害的地方就在它竟然可以回旋踢好，这是深圳的重型机器人发布了新款人形机器人 T800。那这个影片里头看到这个机械人身穿护具，跟这个重型的 CEO 赵同阳在进行对战，那甚至还把老板一脚踹飞在地那大家就配发这个文章说这是踹老板就是私人恩怨。所以可见现在机器人真的是让你无法想象，而这些就真的在中国大陆发展。好，我们首先问亮哥。这个贝森特他是在接受媒体采访他讲到说，其实中国非常的克制，只拿出稀土然后他说更可怕的是医药的供应链那是这样的就是美国的医药供应链
美国大概90%的药品的前体啊，就 precursor 啊，那是要进口的。那中国大陆占了87%啊。你看这次芬太尼，不是美国 FBI 特别去中国大陆，就是要求芬太尼的前体，化学的前体，不可以出口，也要管制了。那这个前体影响到美国哪些药呢？抗生素、抗病毒的药、抗癌症的药，还有几乎所有的止痛药生产链所涉及的化学前体，几乎都是中国进口。你去想一想，中国大陆如果打出这个东西，美国怎么办？这个我看比稀土更可怕哦。我觉得他可能考虑到人道主义啦，就是美国止痛药，据我了解，美国依赖止痛药的人口恐怕超过200万人哦，那到时候怎么办呢？所以我是觉得贝森特会把它讲出来，我非常意外因为，所以你跟中国大陆打科技战，根本就搞不下去嘛，你怎么弄啊？就是他这个还没用到嘞，像他那个化学前体芬太尼，美国拜托你不要出口啊，要或者管制，要让我知道是哪些公司啊，不然美国都追不到因为芬太尼加工很多人都有这个技术了，重点是化学前体你拿不到可是化学前体不是毒药，不是毒品，所以那个是后段那是美国管理的问题我就讲这个啦。那黄仁勋讲的又是另外一个概念，就说 AI 的5层蛋糕，这个就不是前面那个经济史学家黄仁勋是当事人他知道 GPU 这种东西需要什么第一个就需要能源嘛，电力那第二个就晶片制造，晶片制造当然美国是领先的啦，可是基础建设的效率，然后大模型的出现，中国大陆现在大模型就是，我觉得几乎是这个蚂蚁雄兵的方式各式各样的模型都在出现那另外最后就是应用场景那美国坦白说了，除了晶片制造之外，其他恐怕都被追上可能基础模型各有利弊啦可是很多美国真的是被追上比如说电力的需求、基础建设的效率，还有应用场景的多元化了那机器人就更严重了。目前工业机器人，中国大陆装了270万台，哇！排名第2的是德国，德国是45万。270跟45，对，德国是第2名太大了吧？第3名是日本，大概也是40万，美国只有34万。那所以你对它其他的机器人的遍地开花式的发展，连政府都出来管说不要内卷太厉害，你就知道是什么程度了。大使怎么看？对，现在这个就是美国这个 AI 的晶片对中国大陆的限制输出最近已经开放了，也就是这个美国的 AMG 超微，事实上他的那个总裁苏志芬前几天还跟记者表示说，他的一款晶片叫 MI308，已经美国政府已经允许它外销到中国大陆，可是他们中间有一个协议就是说你美国公司把晶片卖到中国大陆的话，你这个公司要对美国政府缴一个税，15%的税，销售额的税。当然这个税会不会转嫁给这个买方不知道，可是这个基本上你只要卖，美国政府就要跟你抽15%的税。所以呢，这一笔成交以后，很多人就在猜这个黄仁勋的 NVIDIA 的 AI 晶片很可能在可见未来也会得到美国政府给他的绿灯。因为黄仁勋本来他卖这个 H20的时候，这个所谓特供的晶片的时候，本来美国政府也要禁他，后来呢他怎么样？他结果后来美国政府准了，因为他去见了川普一句话，听说他用了一句话，川普听进去了。他说我们卖给中国大陆就是在压制中国大陆的 AI 晶片的发展，
而这个你如果不卖给中国大陆的话，就是鼓励中国大陆研发自己的高端的 AI 晶片。所以他这句话一讲了以后，川普说有道理，就让他卖了。当时 H2， 可是这个很有趣哈，这个晶片结果卖到中国大陆，中国大陆政府禁，跟这个厂商说政府不能用这个晶片，然后也鼓励中国的民间企业也不要买这个黄仁勋的 H20。所以黄仁勋有一次在美国演讲的时候，他有一个那个观众就问了他说，我们卖这一些晶片到中国大陆，会不会有这种技术机密技术或者专利被偷窃的情况？他说黄仁勋说，但你还不知道，我们这个 NVIDIA 创一个记录，就是我们卖晶片到中国大陆，美国政府禁，然后我们可以卖进去中国大陆的晶片呢，中国大陆也禁。所以他是被两边禁，被美国政府跟中国同时禁。他意思就是说，中国大陆想要偷我的技术的话，他干嘛禁我的晶片？所以事实上，黄仁勋曾经别人问过说，到底我们美国的 AI 晶片跟中国大陆差距在多少？他说秒奈米，意思就是说非常的近。可他最近的一次他的讲法我特别听，他说是6个月。所以呢，事实上，我们要听政府人讲说有效的，还是在业者来讲？我觉得黄仁勋的话，我觉得比较有参考价值。好，教授怎么看？我觉得欧洲人他们有一个迷思哈，因为中国大陆事实上是不追求贸易顺差，不然的话，他为什么要在上海办一个这么大的这个进口博览会，而且是史无前例的，全世界没有人会搞进口博览会，像我们台湾也就是出口嘛。但是为什么大陆要搞一个进口博览会？就是希望你们尽量把东西卖到中国大陆来嘛。但是他要求的是公平，然后不能歧视，不能对中国大陆的产品设限。那你如果说你要对我的产品课关税，或是要设限，那我没办法嘛，我就只好反制，也对你的产品课关税，也设限，这就是你自己找的。可是你只要不对中国大陆的产品设限课关税，你按照公平的方式走，我也愿意按照公平的方式，这是大国的来往必须要走的路。但是欧洲人把自己搞砸了，欧洲人追随美国对中国大陆课关税设限的时候，中国大陆当然就对你课关税设限嘛，那你这是欧洲人自己找的。所以等到欧洲人要想通了，我觉得局势就变了，想不通那就继续走下去。但是在强调他们要认清楚，大陆人确实是不追求贸易顺差，他真的不追求，那只是说欧洲人他想不通，那只是他们看到的就是说中国大陆的出口那么的旺盛，出口那么多旺盛是代表他们本身大陆能够把成本降到最低嘛？刚刚谈到了对于这个机器人的使用率，全世界最高就是中国大陆，能源充沛便宜，然后机器人已经取代很多人的劳工，然后又把 AI 用在机器人上面，那大陆生产出来的产品，它当然就是品管比一般好，数量比一般多，然后成本压到很低。你各国，你欧洲、美国，你没有大陆人的这样的一种决心跟做法，你的产品比人家差，然后成本比人家高，你还去搞一个俄乌战争打了3年多，能源价格涨得一塌糊涂，物价都涨，人工的成本都涨，你自己把自己搞砸了，然后去怪别人，坦白说这个怪不过去了，也没什么意思。不过我觉得大陆的机器人，它除了用在工业上面以外，我们现在观察到的是，它现在要用在服务业这个部分。服务业的机器人才可怕，它会深入到我们每个人的家庭了。我觉得大陆目前来讲是在创造服务业机器人，人人都可以买得起的机器人到家里来服务，来帮你做一些简单的家事。